青少年犯罪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。眼前的10多岁男孩竟然用斧头将70多岁的曾祖母劈了几十下，残忍杀害。这个16岁的少女更是因为不喜欢星期一吵闹的操场，朝学校操场疯狂扫射，造成数十人伤亡。今天让我们来看10个血腥疯狂青少年。第10，用力过猛的摔跤。亚历山大·泰特是美国有史以来被判处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的最年轻的公民。泰特于2001年被判一级谋杀罪，当时他只有14岁。1998年，他在佛罗里达州布劳沃德县将6岁的蒂芬妮·尤尼克殴打致死。泰特的律师说，当时体重150多斤的泰特在与一名体重仅50斤的6岁女孩玩耍，在展示专业的摔跤动作时意外杀死了她。他用力踩踏蒂芬妮，导致蒂芬妮肝脏破裂，头骨和一根肋骨断裂，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。第9，游戏机惹的祸。一个4岁沙特男孩竟然枪杀了他的父亲，这样的恐怖事件震惊了他的母亲和14个兄弟姐妹。他甚至说，他不认为他的父亲已经死了，而且他会很快回来。据他的叔叔说，这是一个悲惨的事件。男孩33岁的父亲是被男孩玩上膛的枪意外杀死的，但这却与事实不符合。其实真正的原因是，男孩是一个游戏爱好者，还是一个动漫的忠实粉丝，但父亲没有帮他买心心念念的游戏机，所以男孩模仿了游戏里的角色，将父亲打死。他认为父亲可以像游戏里的角色一样重新复活。这个男孩是沙特阿拉伯最年轻的杀手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似乎终于明白了父亲已经远离他而去了。第8，疯狂游戏少年。2011年4月，英国诺丁汉郡发生一宗令人发指的凶杀案。自小沉迷暴力的14岁少年丹尼尔·巴特拉姆与母亲杰奎琳在家里发生争执之后，用铁锤将47岁的母亲杀害，再带走睡在母亲身旁的弟弟，放火焚烧母亲的尸体。母亲的头被砸了7次，场面相当血腥。据了解，丹尼尔是一个深度的游戏与影视剧爱好者，其中锤子重击母亲的手段就来自英国著名电视剧《加冕街》的情节。最终，丹尼尔被判处无期徒刑，需服刑至少16年。诺丁汉郡当地法庭透露，虽然他承认自己杀害了母亲，但一直否认这是蓄谋已久的行动，表示自己是被激怒后一时冲动。第7，残酷姐妹化。你能想到杀害父母的孩子有多可怕吗？如果说这些杀害父母的孩子已经回到了社会正常生活呢？琳达·安德森的2个女儿伊丽莎白和桑德拉就是这样的2个孩子。他们有着恐怖的过往，因为谋杀发生时2个女孩都不满18岁，所以加拿大法院没有透露他们的真实身份，而是用化名讲述他们的故事。他们生活在加拿大。2003年1月18日，琳达·安德森在安大略省密西沙加的家中被杀，凶手就是2姐妹。当时他们无法再忍受母亲的酗酒而动了杀人的想法，2个女孩在食物里下了毒，然后把她淹死在浴缸里。2个10几岁的女孩把这一切都告诉了他们的朋友，而朋友们告诉了警方，警方很快将他们抓获。女孩们被判有罪，在4年后被判处10年监禁。后来他们被假释出狱，2人都上了大学，现在20多岁，他们正以全新的身份生活。第6，凶残的2兄弟。由于自己在外过夜，怕被父亲打骂，2001年11月26日，当时只有13岁的亚历克斯金偷偷靠近熟睡的父亲，用铝制棒球棍杀死了他。亚历克斯金的弟弟德里克也是杀害他们40岁父亲特里金的其中一个。男孩们放火烧了他们在佛罗里达州的房子，以掩盖他们的所作所为。被抓获后，他们表示父亲是一个控制狂，经常抓他们坐在一起很久很久，但是又完全不说话。亚历克斯被送往青少年拘留中心7年，在2008年出狱。德里克也从监狱获释，仍居住在佛罗里达州。2011年，亚历克斯因出狱时违反假释规定，被判处35年有期徒刑。亚历克斯人生中将约有1/3的时间被关在监狱里。第5，
第一起校园枪击。1979年1月29日，这是一个风光日丽的早晨，位于美国圣地亚哥的一所小学门发生了恐怖的事情。16岁的布伦达斯·宾瑟通过家里的窗户，用一把带望远瞄准器的半自动步枪向街道对面的小学疯狂扫射，直到有警察把大型垃圾车挡住枪手的视线，这场屠杀才得以平息。尽管如此，已经造成3死8伤的16岁屠夫拒绝投降，在自己家中跟警察对峙了整整7、8个小时。女孩被判犯有枪击罪，她在枪击案发生25年后被判处终身监禁，并有机会假释。一名记者在枪击案发生过程中打电话给布伦达，询问为什么这样做，而布伦达只冷漠地回了一句：“我不喜欢星期一。”这句简单的话却让世界都为之震惊。第4，最年轻的连环杀手。阿马吉特·萨达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年轻的连环杀手，在8岁时犯下3起谋杀案。他出生在印度比哈尔穆沙哈尔村的一个贫困家庭。2006年，他将6岁的表妹带到田地里，用石头残忍将她砸死，然后埋了起来。之后用相同的手法将自己8个月的亲妹妹也杀害。2007年，萨达又将邻居6个月大的女婴勒死，最后被发现。萨达带村民到掩埋女婴尸体的地方，找到尸体后，萨达便被警方逮捕，之后承认了自己杀害亲妹妹和表妹的事实。萨拉只被拘留在一个儿童之家，因为印度法律规定未成年人不能关在监狱里。他在2016年被释放，之后没有人知道他的踪迹。第3，斧子杀手。14岁的安东尼奥·巴尔布用斧头杀死了他78岁的曾祖母，他在法庭上崩溃并哭泣。安东尼奥·巴尔布因谋杀罪被判处至少36年监禁。当他50岁时，他将再次获得自由，但他的整个青春都将远离他。安东尼奥·巴尔布试图宣读道歉书时，他开始哭泣，并把这份声明交给了他的辩护律师，律师也不得不强忍泪水。安东尼奥·巴尔布在威斯康星州的家中用斧头杀死了曾祖母，他用斧头打了他的头几下，然后跑到浴室。他的朋友目睹了这样恐怖的事件，他感觉很不舒服，开始呕吐。少年扭曲的心理最终将为他换取很长一段时间的铁窗生活，实属惋惜。第2，少年杀死了4岁男孩。1993年8月，13岁少年埃里克·史密斯在美国纽约折磨并杀害了4岁的德里克·罗比，而入狱28年。他于2022年2月出狱。在承认自己杀人之后，埃里克声称他只是因为在学校遭受了多年的欺凌而崩溃了。他想把自己的愤怒发泄在某人身上，而德里克恰好是不幸的受害者。案发将近5个小时后，德里克的尸体在树林里被发现。埃里克把德里克引诱到树林里，在那里他被用石头活活砸死。埃里克不仅杀了德里克，还折磨了他，然后用棍子性侵了他的尸体。事件发生，整个国家都感到震惊，因为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年轻、长相英俊的男孩会做出如此可怕的事情。出狱后的埃里克已经40多岁了，但他10几岁时犯下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杀人案仍然伴随着他，成为了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。第1，变态双人组。1993年2月12日，在英国利物浦市的莫西塞德郡布特尔镇，詹姆斯和他的妈妈一起去购物中心购物，没多久，母亲就发现身边的儿子不见了踪迹。警方在监控摄像里看到了罗伯特和乔恩走到詹姆斯面前，和他说了一些什么，然后把他从商场里带了出去。之后，这2个男孩把电池放在詹姆斯的嘴里，把蓝色的油漆涂在他的左眼，用一根20斤的铁条抽打他的头部，这导致了詹姆斯10处头骨骨折。发泄完后，他们把詹姆斯丢在了铁轨上，用砖头和瓦砾压住他的头，妄图营造一种火车意外撞死人的假象。据法医说明，詹姆斯早在被火车撞到之前就已经死了。最终，警方在男孩们的夹克上发现了犯罪的证据，以及蓝色油漆的痕迹。他们的鞋子上到处都是血。2个男孩很快就被逮捕了。尽管已经过去了近30年，罗伯特和乔恩的故事仍然令人震惊。他们在相对较短的刑期后被释放。
据信，犯罪头目罗伯特后来与一名男子结了婚，之后又因虐待儿童的严重指控而重新入狱。这些少年犯下的罪恶有没有令人恐惧？谁的故事最没人性？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看法。我是所长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